这就是号称南域绝对霸主的凌霄皇朝，这就是那个压得9大帝族抬不起头的无上圣地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简直就是一戳即破的纸灯笼。宁苍，交出凌霄皇朝的龙脉气运，放弃抵抗。本帝或许心情好，还能留你们全城百姓一具全尸，将你们炼化成虚空傀儡，赐予你们永生。帝君与女帝不过是外出游历，等他们归来之日，便是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妖物死无葬身之地之时。众将士听令，我凌霄皇朝的将士只有站着死，绝无跪着生。今日城在人在，城破人亡，为了帝君，为了女帝，随我燃魂祭阵。既然你们如此急着下地狱，本帝就成全你们这可笑的忠诚。死吧！我说，你这个长得像风干老腊肉一样的家伙，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？我们一家人在晒太阳晒得好好的，这才度了半年的假，一回来就发现你把我家院子弄得这么脏，这笔账，你想怎么算？哼！帝君，女帝大人！帝君回来了！帝君回来了！凌晨，这绝不可能！你硬抗了旧天道崩塌的法则反噬，怎么可能毫发无损？你身上甚至连一点仙力波动都没有，你那根手指怎么可能挡得住本帝的虚空死矛？死矛？就这种粗制滥造的垃圾，也配在我的地盘上丢人现眼？老婆，这老鼠不仅弄坏了咱们的屋顶，还吓到了将士们，我把它扬了，没意见吧？杀！一个不留。听到了吗？我老婆发话了。不。嚯！这是什么法则？一指点化大地本源，反哺众生。逃，必须逃！逃回虚空最深处。老东西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给这新生的大道当养料吧。不，本帝蛰伏10万年，怎么会死得如此荒谬？丁，检测到庞大且精纯的无主地境本源，反哺天地，新生天道吸收完毕，宇宙法则补全加速，世界壁垒正在升级。行了，家里的老鼠算是彻底打扫干净了。半年前我一剑把那个被魔尊污染的旧天道劈碎了，这才过去多久？这新孕育出来的小天道弄出的动静倒是不小啊。丁，宿主，这你可怪不得他。半年前你那一剑太霸道，强行重组了整个宇宙的法则。新生天道这半年来一直在努力缝补你留下的烂摊子，如今法则终于稳固，这方天地已经能够重新承载大地甚至伪仙的诞生。那条断绝的地路和仙路被他重新开启了。地路重开啊，意思是当年那些因为法则残缺而躲在地下的老骨头，还有那些被封印的所谓天骄，全都要爬出来了。不错，大势已至，群魔乱舞，清月和西月天天往外跑，这帮从上古苏醒的疯子可不认得他们，你就不怕你这2个宝贝女儿吃亏？吃亏？我凌晨的女儿去争大事，那是给这方天地脸面，小辈争锋我管不着。但若是那些睡了几千年的老骨头敢以大欺小，碰我女儿一根头发，半年前我能单手捏爆血河仙王，今天
我不介意把他们整个地族从一方宇宙里彻底抹除。熬到了，老夫终于熬到了，这是仙路的气。不只是仙路，还有地路的气息。宋天林，没想到弟子居然先老夫一步苏醒。新生天道孕育，法则重组。半年前那场让天道重塑的变故，本弟子虽然在沉睡，却也感应到了一二。不管当年是谁打破了天地之舞，如今大势已开，这天下注定是我宋天林的。走吧，老祖，我弟一计现世了，去晚了可连汤都喝不上。一群蝼蚁也妄想跟本弟子抢东西，哼，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自封之辈，苏醒了又如何？真当我们怕你？聒噪！还有谁？公主大人，你快看，好大一只蛤蟆！蛤蟆？你说谁是蛤蟆？哪儿来的野丫头？出言不逊，当斩！我出吃烂娃娃！去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有命宫3境，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剑气？老祖，救我！小女娃年纪不大，下手竟如此狠辣。今日，老夫就替你父母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是宋家三祖，宋玄，他们不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寿元浩劫陨落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老祖，这野丫头手上的剑诀有古怪。你确定你要替我父母好好教训我？牙尖嘴利的小丫头！今日老夫便让你知道，大地之威不可触犯。老东西，就凭你这副快进棺材的骨架，也想替本帝教训女儿？是谁？谁在装神弄鬼？爹爹，您老人家怎么来了？还说呢，你娘亲现在为了你妹妹西月的事情，在皇宫里急得上蹿下跳。那小丫头贴了一身遁走符，不知道跑哪儿去疯了。你倒好，招呼都不打就跑这破遗迹里来凑热闹。我这不是想出来历练一下吗？阁下到底是何人？老夫乃南域9大地族宋家三祖，方才之事多有误会，还望阁下看在我宋家的面子上。宋家，我乃凌霄帝君凌晨。既然你刚才说要教训我的女儿，那本帝就亲自去你们宋家走一趟，看看你们这所谓的9天地族够不够本帝一剑砍的。与我宋家为敌，阁下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本帝不过是随手清理一下路边的垃圾罢了。你欺人太甚！玩毒？你这毒连给我家后院的花除草都不配。散！这怎么可能？结束了。凌霄皇朝，今日之仇，本弟子记下了，来日必踏平你凌霄。刚刚那个跑掉的小泥鳅，走之前说要踏平我们凌霄皇朝。你爹我脾气不太好，向来不喜欢把麻烦留到第2天。爹爹，您的意思是？我已经通知你娘亲了，走吧。
那小子不是回宋家搬救兵了吗？为父带你们去宋氏地族串个门。南域9大地族，从今天起，恐怕只剩下8个了。弟子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跑的倒是挺快，不过本帝说要来送大礼，自然不能食言。放肆！何人敢在我宋家祖地逞凶？一起出手，诛杀此子！这点微末的道行，也敢自称大帝？那个藏在棺材里装死的，还要本帝请你出来吗？是宋飞老祖，最强的老祖出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阁下，宋玄已经被你斩了，我宋家几位家主也死于你手。此事我宋家绝不深究，宋玄一命换我族弟子一命，还请阁下高抬贵手。本帝做事向来讲究斩草除根，不过本帝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我只出一剑，你若能安然接下，我转头就走；若接不下，来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这凌霄帝君究竟有何等通天彻地之能！给我碎！很遗憾，你没能接下。走吧，回凌霄皇朝。你娘亲估计该着急了。这就是你们凌霄皇朝年轻一代的实力，简直是不堪一击。半年前，你们凌霄帝君靠着一件地契耍尽威风，让你们凌霄皇朝成了南域霸主。怎么，如今大势开启，没了那地契护佑，你们皇朝的年轻一辈就全成了缩头乌龟？就这点底蕴，也配称霸南域？放肆！休得侮辱帝君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呀，前面的大叔，你踩到我的脚了！公主殿下，参见长公主。起来吧，你就是那个在这里大呼小叫说我们凌霄皇朝无人的人。你是凌霄皇朝的长公主，长得倒是不错，不过修为可不是靠脸蛋的。既然你出来了，那就代表你们皇朝年轻一辈接战。本天骄要看看你这娇滴滴的公主能接我几刀。接你几刀？神将，借你的佩剑一用。其实我本来想去找几分皮糙肉厚的妖兽练练手的，不过既然你自己把脸凑过来了，那用你这个沙包来巩固一下我刚领悟的法则，倒也不错。王旺，给我趴下！什么？太弱了，连1成力都没用到。杀了他！遵命。阿弥陀佛！谁在多管闲事？施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萧氏乃是我西域联盟不可多得的天骄，他虽有错在先，但公主殿下既然已经重伤于他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，平白造下这等杀孽呢？你个老秃驴，可这装什么圣人？他刚才踩在我们皇朝学子的脸上叫嚣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来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？现在他技不如人，快被打死了，你就跳出来讲慈悲了？阿弥陀佛！公主殿下年纪轻轻，力气却如此之重。既然凌霄帝君疏于管教，老衲今日便代劳，替帝君好好超度一下公主心中的魔障。老秃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带我凌霄王朝管教本帝的女儿？
是女帝大人，拜见女帝大人。起，你便是这凌霄皇朝之主。不好！该死！到底是谁？一个少爷罢了，大不了回去说死在凌霄皇朝了，再搬救兵回来。我操！老秃驴，下辈子小心一点。你看看下方，你是想把我的王朝给毁了是吗？放心，夫人，我相信这笔修缮费西域萧家一定会非常乐意出的。如今我族已然成为了西域唯一的霸主势力，为了能更稳地站稳脚跟，亦或者扩大我族的势力范围，我决定与异族联手，共同商讨大计。你们这是准备与整个世界为敌？快将解封之法说出来，不然我们可要强行破破了。休想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先将此事往后稍，先赔钱，好吗？你是何人？如何闯进来的？族长，大事不好了！弟子的护身玉牌，多管闲事长老的，全部都碎了！什么？不知为大人降临我族，所为何事而来？方才不是说了，前来讨债，并此闹事。此番我凌霄皇朝的损失可谓是极大的，所以不知在座的诸位打算如何赔偿？阁下，此事确实是犬子做错在先，可你已经将他给灭杀了，不如就此作罢，如何？说实话，我并不打算放过你们。跟他拼了！又发现一名运气逆天的气运之子，请宿主尽快抹杀。此少年运气逆天，有成先帝之姿，为了永绝后患，你懂的。我就知道。爷真强啊！是。该死的人族，坏我族好事！待封印破除之日，定要屠你满门，让你的灵魂永受折磨。人不人，鬼不鬼的东西，终于肯出来了。大哥，别杀我！晚了，原来是从这里爬出来的。大哥，今天咋有空光临我的天道宫啊？大哥，这是上任天道留下来的东西，天天发紫光，严重影响我睡大觉长高高，我怎么都毁不掉。你能帮我把它毁了吗？好吧。宿主，这才一会不见，你挺牛啊，那么快就把前任天道留下的规则之力给散去了。童子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那张符箓是规则之力？这不刚有空，谁知道你下手那么快？我不是给了你一个真实之眼，你不懂，你自己不会看看，用你那花生大的脑子好好想想，养成随手看东西的习惯不好吗？再说了，我很忙的，我又不是你妈，你还指望我天天围着你转吗？我超忙的哎。然而时机到了。时机？什么时机？臭老头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半年前，
凌霄帝君凌晨一剑斩破苍穹，灭了旧天道，重塑了世间法则。如今新生天道孕育完全，地路与仙路的桎梏彻底松动。然而，你必须去争一争那地位了。为了争那个破地位吗？地不地位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然而你天生绝脉，注定活不过18岁。能活到现在，全靠我这把老骨头在异山用阵法为你续命，闯地路，成就地位，重塑肉身，这是你活下去的唯一方法。那我走了。姑娘，你不登天梯吗？我们认识吗？不曾认识。那结伴而行。好。疯了，全疯了！才半个多时辰就登顶了。历代最强的火帝前辈，当年可是足足爬了2个时辰啊！这2个妖孽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苏清月，南域凌霄皇朝长公主，那位一剑秒杀西域地族的杀神帝君之女。穆清然，一山玄机子的徒弟，当代天机女。登临天梯算什么？不过是一道考验罢了。能不能在地路之上活下来，还得两说。没想到，竟有人比本弟子还先一步登临。那你又能当如何呢？哼，我乃罗家弟子罗天穹。罗天穹，3000年前那位压得4大域天骄抬不起头，最后却被3000名命宫境修士围殴，吓得大喊“老祖救我”的那位吗？你找死！你是何人？登上了天梯，就忘了你那弟子的身份吧。在地路之上，可没人管你是什么背景。跟紧我，我们一同踏入。下界的蝼蚁，当真碍眼。这是来自上界的天骄，快跑！跑吧，猎杀时刻才刚刚开始。哦，你为何不跑？跑，该跑的是你吧？口气倒不小，我乃仙王之子，血明仙宗血河子。记住杀你之人的名字。然，给我破！这不可能！下界的蝼蚁怎么会有这种力量？你敢杀我，不怕我血明仙宗降临下界吗？降临下界，你可以去试试，看我爹会不会把你那什么破仙宗捏成灰。该死的，这女人怎么这么猛？不知道是从哪个下界冒出来的妖孽，连上界天骄都被她像捏小鸡一样捏死了！快跑啊！地路之上，只有死与生。你们想杀我，而我想活下去，所以请诸位赴死吧！吾乃天命穆清然。怎么了？还在担心清月吗？这地路太危险了，若是清月遇到麻烦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必担心，有我在呢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只要你想，无论是哪里，我都能带你去。这是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哪怕是整个世界，哪怕是重塑修为，也是极为简单的一件事。从此刻开始，你不再是伪帝，而是一尊真正的大帝。谢谢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老夫老妻说什么谢谢？我是你夫君。别忘了，你才是我老婆，入赘的。夫人，你仔细感受一下，如今天地间有什么不一样了吗？天地间的灵力似乎比以往变得更为浓郁了，成仙的壁垒在松动。没错，既然阻断仙路的防盗门已经拆了，未来不久下界将彻底蜕变为一方能容纳真仙的至高仙域。所以，夫人，我想让你做一件事。何事？一统四域。打不过，
我帮你啊。那你咋不自己来？我来那不是造反吗？你才是女帝，我只是个入赘的。哦，搞了半天，原来你这是真想造反啊！做梦！禀女帝大人，林氏地族之长林呜呼求见。召他进来。苏清源，已经过去那么多天了，你凌霄皇朝不该给我林氏地族一个交代吗？当年那个逆子虽然被逐，但他再怎么说也是我林家的人，要死也得死在我林家。你私藏我族弟子，此许不太好吧？林呜呼，名字取得真是不错。哎呀，我的帝君大人，这是又要准备亲临地族去送温暖了？不，其实一统四域也不用每次都亲自上门。去吧。上界仙人老祖即将降临！快看，好漂亮的星光！夫人，这统一四域的第一步，林家走的还算体面吧？剑一，从今日开始，南域属于凌霄。是。剑二、剑三，你二人火速带队去往西域，平定一下西域皇朝间的战乱，必要时刻皆可斩之。猖狂，当真猖狂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口出狂言，想一统四域，还欲让我等奉其为主，他苏清渊配吗？我苍蓝圣地谋划了几万年的大计，绝不能让你南域先一步得逞。苏清渊，既然你逼本座，那就别怪本座不讲武德了。是谁在那儿？上官圣主，这禁地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还请速速离去。挡我者死！上官相思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朕！老东西，你当真以为我会平白无故的突然来破阵吗？你居然投奔异族！异族也好，杀马特族也罢，只要能助我苍蓝圣地完成万年大计，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成为这万古罪人，我上官相思也在所不惜。你上官相思当真要当那万古之罪人吗？罪人嘛，那又如何呢？成王败寇罢了。快！我能感受到，只差一下，就一下，这大阵必破。届时，你将成为此界唯一的主人。唯一的主人！哈哈哈哈！给我碎！哈哈哈哈！吾等一族终于再度出世了！杀！这次必定要杀光所有人族！毒老。女帝大人，快走！方才那异族的攻击已将阵旗破了7、8，再加固也无济事，反倒搭上一条人命。还得是地面上的空气新鲜啊！女帝大人，快走！新鲜？那你就一直留在这上面吧。不好！你怎么来了？参见帝君。感觉到这里有脏东西，我过来看看。且看你夫君我如何只手镇压这群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。人类，我异族大军如今已然入侵了其余3大域，我劝你最好还是放了我等，不然待我大军完全掌控其余3域后，便向此地发起猛攻，届时你定然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人不人鬼不鬼邪不邪正不正的东西。所以现在
我们凌霄皇朝就这么干等着别人来投奔吗？当然不是，不通知一番怎么行呢？我已经吩咐过人去一一通知了。在这乱世之下，不同意归附的只有死路一条。天道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哥，你得救我啊！我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好奇怪，我不过就是睡了一觉，醒来就发现我的天道法则变弱了好多好多。是不是你趁我睡觉偷偷篡了我的位，擅自夺走天道之位？我是会死掉的。打住，用你那脑子好好感受一下，不是你的法则变弱了，而是这个世界被加固升级了，上限变高了，你得花时间重新去掌握。 别瞎乱说胡话！宿主，有上界强者强行出手干扰地路的选拔。清月，别担心。清月，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你的身体为何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没想到还真就应了神算子的那句话：地路之上有我想要找的人。 再敢靠近一步，斩了你！哼，斩我真是有趣。蝼蚁，你可知我是谁？那你又可知我是谁？不曾知道。那你问你马呢？蝼蚁，你在耍我！你找死！好，好，好，把你身后的天命之人送给我，我可以考虑考虑，让你死得稍微体面一点。 你身负天命之格，我乃绝命之人。若非遇到师尊，或许早就是一具枯骨了。可师尊却说我偏偏又身负天命之格，一个快死的人，配上一个天命的身份，这上天到底是要我死，还是要我活呢？我临行前，师尊曾说我的命中有一场大劫，就在这地路之上。想来他口中的劫难，说的就是你吧？哼，我可不知道我是不是你命中的劫呢。不过我确实需要你来帮我挡一挡劫。 看你现在这副模样，距离烟消云散也不远了。既然横竖都得死，不如在死前帮本少主一把，也算是你助人为乐了。你简直不要脸啊！你凭什么？你配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老娘斩了你！这是天妖凤一族的镇族术法，天妖凤法身。难怪这些年孟天阳老往低级秘境跑，原来他强行炼化了天妖凤一族的本源心血，遭到了反噬，需要依靠天命之人的命格来替他抵挡九重妖术法劫。这虚影不是当年无名之山上浮现而出的八道兽虚影之一吗？童子，你刚刚说有人出手干扰了地路，人呢？我怎么还没看见？你急个啥？手痒了。跟你女儿动手的这个小卡拉米马上就要嘎了，等你女儿把他宰了，他背后的那个老家伙自然会跳出来干扰，到时候有的是你擦屁股的机会。土鸡瓦狗罢了，不足挂齿。大哥救我呀！这女孩的命好像跟我连在一块了。这孩子的命格确实特殊，身负天命，却又患有绝脉之症，大概是上任天道死前留下的因果诅咒，让他的命格与你强行绑定在了一起。大哥，他要是把自己搞坏了，我也得跟着烟消云散，我还不想死。行了，收起你的马尿，正常点。凌晨，这动静，难道是上界有大恐怖降临，是冲着清月去的吗？别慌，一个急着投胎的老家伙罢了。有人找上门来了，你还不上去打个招呼？大哥，那家伙老早就堵在外面了，但他根本就不是来找我的，他是来找你的。我本来想帮你轰走他，可我根本打不过他。找你的？你在上界了惹了什么血海深仇？夫人宽心，土鸡瓦狗，他爱折腾就让他折腾，能伤到这世界一根毫毛，我认他当爹。不过眼下还是先看咱女儿揍人吧。既然你想寻死，本少主就成全你。是吗？我不信。你敢杀我！我爹是先皇，你若敢杀我，你所在的下界必将承受住一尊先皇的怒火，彻底灰飞烟灭。
先皇，家父凌晨是个先帝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他竟然真的把先皇之子给砍了！圣地机缘我已经拿到了，只需要安静等候地路结束。是谁杀了我儿？本皇要让你们所有人全部给我儿偿命！本皇不仅要杀你，还要降临你所在的世界，将你的家人全部丢进炼狱，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威胁我的家人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敢这么嚣张吗？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家父凌晨是个先帝，我怕你威胁啊。乖乖，这玉很贵的，不是告诉过你，这玉是不用捏碎的吗？老爹，他欺负人，他打了小的，老的出来不要脸，他还要养了我们全家。阁下，此事就此结果，如何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说结果就结果，你当你在过家家？既然阁下想战，那我也只能奉陪到底了。一剑斩你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乖乖，要不要跟老爹去搞波大的？我送你回去会吧。这地路多半也开不下去了。至于你的命，有人比你更加着急。诸位安静些，别问了。想活命的，现在就去收拾东西，随我一同前往我大哥许洪的道统避难。先避上个几万年再说吧。大哥，速来浩海仙宗救我！哎呀，怎么才几分钟不见，就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先帝大人，先帝大人饶命啊！小人不是有意要冒犯您的，还请您高抬宽手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180多口等着我养活呀！老爹，他方才在秘境里不仅威胁我，还说要屠我全家，还要让我永生不得入轮回。你想换人来送死，我等你。放我一命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洪哥，救我呀！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敢欺我弟弟！哼，区区蝼蚁，不足挂齿。二弟，你怎么样？大哥，是他，就是他毁了我的仙宗，还把天涯儿给一剑杀了。今日不将你挫骨扬灰，我许洪誓不为人。你身后的丫头对你应该蛮重要的吧？老子这就当着你的面。爹，我不喜欢他，不想看见他，帮我让他消失。让我消失？井底之蛙不知所谓。大哥，快带我跑！跑？为何要跑？我堂堂先帝，在区区下界蝼蚁面前会跑？天剑地体，开！爹答应你，别说你不想看见他，爹自己都不想看到他。哇！先帝法，万剑归一，玄冥地剑，进斩！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。爹，放心，他走不掉。
我爹真他妈是个先帝，这大腿，老娘这辈子都抱定了。老爹，我们要回去吗？爹要回下界去处理点事，你如果不想回，可以不用回。好耶！不过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凡事都要悠着点。等老爹把下界的事情彻底处理完，就带着你娘族和西月来上界找你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乖乖别怕，爹在这里，给你立一个新家。老爹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这说起来，还得从你小时候说起。青儿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这大阵3000法则左右，要是没我允许，怕是先帝巅峰来了都得直接糟在这儿。你这丫头，在外悠着点，这玉牌可别再毛毛躁躁捏爆了。知道了，老爹。行了，家里面我留了3000位100%听话的真仙境仆从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直接换他们打理就行。爹就先回去了。我等参见公主殿下。行了行了，都忙去吧。名声总要打出去嘛。听爹，老娘现在可是专业的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阻拦我等去路？那个，我只是路过，别太紧张。宫将军，没听见人家说只是路过吗？对人家客气点儿，不要走到哪儿都一副凶巴巴的样子。你再这样，下次就不要跟我出来了。是，宫林知错了，少宗主教训的是，抱歉，一时激动，还望姑娘莫怪。没事。请恕宫林失礼，斗胆一问，姑娘来自何方势力？陈清仙朝。姑娘既然只是路过，那便就此别过。这女子果然有病。你们是要去药皇谷吗？姑娘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只是觉得你有些眼熟，似乎在哪儿见过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去药皇谷求药需要付出的代价可是很大的。你若是为了吊命，不如去百草阁碰碰运气。另外，是我冒昧问姑娘一句，你可曾去过落月屿？少公主，还请冷静些，小心你的伤势反噬。去过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姑娘，你为何会提及落月一族？我想向你打听一下落月一族的近况。落月一族吗？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名字了。宫里，你知道他们过了多久了吗？回少公主，今年刚好250年整。250年吗？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姑娘，落月一族250年前就已经彻底被人在一夜之间抹平了，连根拔起，无一活口。你若是为了寻他们，怕是要落空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姑娘姓甚名何？浣花仙宫花无情。浣花仙宫花无情，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只会一哇哇大哭的小不点儿啊！真是女大18变，差点没认出来。不过这妮子去药皇谷做什么？那破地方最会坑人卖命了。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你，还想往哪儿跑？你是哪个庙里的神仙？无缘无故对我出手，毁了我的福禄，是何意？本少且问你刚刚从浩海仙宗的方向出来，可知那里发生了什么？那满天星河还有突然冒出的迷雾究竟是何东西？把你所知道的一五一十的全部都给本少说出来，若有隐瞒，今日你便陨在此地吧。陨在此地？我就站在这里，今日你若不让我陨落，老娘便让你先陨落。你是当年那只
我爹准备用来给我煲汤喝，但我娘亲同情心泛滥，让你逃过一劫的火蛇妖皇，这是喝的？当然不是，这是给你泡澡用的。喝的在那边那条火蛇，等你觉醒完体质，老爹给你做红烧蛇肉吃。夺我仙兽，你应当死！听好了，我乃长生殷家三少主殷晋阳，玄七老，出手，给我斩了他！来，老娘我就站在这里，来打我！就这，雷法千钧，连我爹的一根毛都比不上。我长生殷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打了这么久，连个名号都不敢报，小小鼠辈，可笑可笑。不过既然知道了你来自长生殷家，那事情就简单多了。第一次见面，你就毁了我的空间通道。我爹从小就教我，送礼要懂得礼尚往来，这道符箓便送给你们整个殷家了。去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小黑了。走，跟紧老娘，咱们去药皇谷看看，别让那个小妮子被人坑了。好的，主人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异族大帝打上来了？不对，这不是破坏，这是有人在强行带着一整个下界移形换影，举界飞升。宗主，护送大战的阵眼要压碎了，东面的苍古神河水往天上流了。慌什么？我问心剑宗传承万载，何曾向天地低过头？别！那些该死的异族黑雾不是已经被女帝大人的阵法净化了吗？现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威压，难道是上界感知到了刑天道降临降下的灭世天法？放屁！上界若要降法，何须如此偷偷摸摸？这分明是要把我们整个世界彻底碾碎！众弟子听令，生死存亡就在今日！8剑结万剑归宗大阵，死守山门！万剑逆流，给老夫斩！福儿，退下吧，这等力量真不是凡尘所能抗衡的。我等下界蝼蚁终究逃不过天道的清算。我不甘心啊！异族没能杀我们，我们将要死在天变之中。吵什么？本帝不过是带你们搬个家，都给我坐稳了。这声音是凌霄皇朝的那位帝君大人。搬家？把一整个下界打包，直接带走？爹，咱们刚归顺的这位帝君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大帝啊？仙气，这是古籍里记载的上界仙气。老夫卡了整整800年的命宫瓶颈，居然只是吸了一口这泄露下来的雾气，就原地突破了。宿主，别墨迹了，赶紧搞快点，这是最省力、最痛快的办法了。你不是最讨厌麻烦、最想偷懒摆烂吗？动动手指输入点仙力，可比你带着你娘子和2个女儿一个一个搬家要省事得多。知道了，急个屁！好了，既然你们成了我娘子的子民，那本帝便赐你们一场造化。日后凡是实力足够，能登顶这万丈天梯者，便可直接从此界飞升，来到这无上上界。凌晨，你这个负心汉还知道回来，一走就是大半天。我那宝贝大女儿呢？你为什么把她一个人丢在外面？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老娘今天跟你没完！娘子宽心，你夫君我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吗？我这不是去给咱们建新家去了吗？建家？建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看好了，我的女帝大人，这就是你夫君我只手遮天，为你在这上界打下来的无上江山——陈清仙朝。宫殿建得再气派又怎样？若是清月在上界少了一根头发，老娘今晚就把你这破仙宫给拆了！夫人息怒，息怒啊！咱们的宝贝女儿手里还捏着我给的极道剑符，这上界谁能动得了她？只有她欺负别人的份儿。有意思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突然觉得这上界的空气似乎没有下界那么干净。走吧，清月那边我留了神念在她身上，出不了乱子。
龚将军，本长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幻华仙宫少公主这体内的死气乃是绝症，除了我药皇谷的9转逆命金丹，这上界无人能压制。想要求丹可以，除了你们幻华仙宫3条极品仙脉之外，你们这4位玄仙护卫必须献出各自1半的本命精血，作为这金丹的药引。你做梦！本命精血一旦被抽去1半，我等修为必定大跌，甚至伤及大道根本。你们药皇谷这哪里是在救人，分明是在趁火打劫，好掂人命！宫林，退下！我幻华仙宫之人，绝不会用自家兄弟的命来换命。这药皇谷的门槛太高，无情，不入也罢。我们走。走！哈哈哈！到了我药皇谷的地盘，岂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今日这金血，你们交也得交，不交，老夫便亲自取。哎呀呀！大老远就闻到一股人渣的臭味，我还以为是哪里的茅坑炸了呢，原来是所谓的药皇谷啊！谁在装神弄鬼？你就是那个要抽干别人精血的庸医？放肆！哪来的野丫头，敢插手我药皇谷的闲事？老夫乃你大爷！老娘最烦打架前还要听你们背家谱。星霜剑剑第2式莲华云。狂妄！区问道境初期也敢对玄仙出手，万火琉璃鼎，给老夫震！就这点本事，也学人家当劫匪？好霸道的建议，可惜这世间的力量终将归于虚无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乖女儿，退后！这脏东西有点意思。老爹，你快看这老家伙，他不仅想抽干别人的精血，伤口里还往外冒这种恶心巴拉的灰气，我的剑气碰到他居然都会枯萎。爹看到了。哼，想跑？果然是这东西。老爹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居然能吞噬仙力！这东西不是毒，也不是魔气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宇宙衰老时产生的死皮，或者说是某种不可言说的存在，用来让万物归于虚无的归零劫灰。归零劫灰？原来如此。丫头，车里那个是你朋友？他是我前世生死之交的后人。老爹，你能看出他得了什么绝症吗？那药皇谷的庸医说只有他们能治。治个屁！那帮躲在炼丹炉里的老鼠，别说救他，这丫头体内的这颗炸弹，恐怕就是这帮孙子，或者是他们背后的主子亲手种进去的。前辈，您是说我家少公主的病是有人故意为之？当年落月一族种着灭门，恐怕就是因为他们无意间撞破了这归零结会的秘密。而这药皇谷表面上悬壶济世，背地里怕是早就成了某种脏东西的养殖场了吧？我说的对吗？躲在地底下的几条老狗。狂妄小儿，竟敢污蔑我药皇谷清誉，毁我圣宗长老！今日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！太上长老，四尊仙尊敬。原来你们管这种当狗的日子叫清誉。一派胡言！吾等乃是得到了太虚神主的无上恩赐，正在进行生命层次的至高进化。你这异端，不仅毁了穆长老的恩赐，竟然还看破了圣女花无情体内神种的秘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便通通化作神主复苏的养分吧！铁刃太笔化天顶。少公主，快逃！爹，这灰蒙蒙的王八壳子好恶心，快把它砸了！一口破锅罢了。剑来！破！这不可能！你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竟然能抹除神主的赐福！
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进化，那本帝今天就大发慈悲，直接帮你们进化成一苍蝇。好了，苍蝇打完了，现在轮到你体内那颗脏兮兮的种子了。丫头，出来吧，我帮你把它拔了。浣花仙宫花无情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若前辈真能拔除无情体内的死气，无情愿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是做牛做马，也绝无二话。谁要你做牛做马了？你这丫头，脾气倒是跟你母亲一样倔。放心吧，有我老爹在，阎王爷今天就算亲自来了，也得挨2个大逼兜才能走。你真是家母，以后再跟你细说。老爹，看你的啦。丫头，忍着点。这东西扎根极深，拔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。哼，想跑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这种邪恶的力量根本不可能逃走。这就是害了落月一族，又折磨了你200多年的元凶。天命已乱，纪元的收割提前开启，尔等蝼蚁皆为劫灰。哼，纪元的收割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多谢前辈再造之恩，前辈大恩大德，浣花仙宫永世难忘。前辈，您的恩情，无情。行了，别拜了，我爹最怕麻烦。相逢即是缘，既然你病也好了，那药皇谷也被我爹扬了。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？我想去追查真相，那道灰色的血影，哪怕是翻遍整个上界，我也要将它找出来。就凭你现在的修为，去送菜还差不多。那脏东西的源头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。上界这池子水早就黑透了，凭你们浣花仙宫，连给人塞牙缝都不够。相识一场，既然清月管你叫一声朋友，那我便给你指条明路。去陈清仙朝，若你想寻得庇护，亦或想借力复仇，那里是你唯一的选择。陈清仙朝。药皇谷果然是个窝点，不仅在用修士的精血培育劫灰，甚至还把劫灰当成神机来供奉。看来那所谓的太虚渊主，已经在上界发展了不少伪神眷属。既然上界的顶级势力已经被渗透得千疮百孔，那小天道和穆清然身上的羁绊，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有人在通过穆清然强行抽取天道本源，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罩着的人，不管你是太虚渊主还是什么玩意儿，今天你都摊上事儿了。大哥，你快看，这根丑兮兮的链子正顺着那女孩的命格通道疯狂偷我的天道本源呢！再被他抽下去，这方天地就要掉级了。别慌，有我在，这天塌不下了。有意思，你还记得你之前让我拍碎的那张紫色符箓吗？啊，那不是上一任天道留下的烂摊子吗？那不仅是烂摊子，还是上一任天道发疯前用尽最后力气设下的一道过滤网。看来这上界早就被某种脏东西渗透了。当初下界被封印的那些冒着黑气的异族，还有我刚回来时那个叫古天杰的老家伙身上烧着的幽绿明火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全都是这灰雾被稀释变异后的劣质残渣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这幕后黑手从10万年前就开始布局了？是啊，人家费尽心思布的局，偏偏我刚来上界就将那张紫色符箓给一巴掌给拍碎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连带着把整个下界给搬了上来，等于是主动把防盗门给拆了。既然麻烦是我惹出来的，那这溜进院子里的老鼠，自然得由我亲自来清理。大哥当心，这灰雾能吞噬仙力。吞噬我？凭这种破铜烂铁，也配？不管你躲在哪片虚空，既然敢把手伸进我的地盘，那就给我滚过来！快了，就快了。
只要抽干了这天命之女的本源，便能彻底打开迎接太虚渊主降临的通道。届时，我便可褪去这凡俗之躯，成为永生不死的神明眷属。这是什么话？趁着我刚才给下界搬家天道法则最薄弱的空隙，用这几根破链子从天道宫里把人偷走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，原来只是个见不得光的窃贼。你是怎么顺着劫灰锁链找来的？这可是渊主大人的无上神力，能屏蔽一切天机。屏蔽天机？你这劣质的障眼法也就骗骗家子罢了。让我猜猜，你们那位所谓的太虚渊主，是不是只敢躲在宇宙的缝隙里，靠着你们这些被洗脑的可怜虫，四处散播这些灰色的污秽之物？把衰败当成进化，你们的脑子确实病得不轻。住口！狂妄庶子！你竟然敢亵渎无上的太虚渊主！这是宇宙进化的圣辉，九天道就是因为抗拒这股伟大的力量才走向毁灭。我乃是渊主赐福的神明眷属，今日便替渊主抹杀你这一术。太虚鸣雷，寂灭万界。阵仗倒是不错，可惜太花里胡哨了。我教教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这不可能！聊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走了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路过的热心人罢了。你身上没有这方宇宙的因果，你是跳出三界之外的异术。异术？既然知道我是跳出三界之外的异术，那你这套强行收割万物生机的破烂法则，就该知道对我无效。异术扰乱天机，抹杀。想抹杀我？你这只躲在无尽深渊里偷窥的眼睛，还是给我老老实实闭上！阵仗弄得再大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连我一剑都接不住。归零，最终的清晰已经降临。抹杀异术，为了终极的超脱。古玄，渊主的意志彻底暴走了。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陈清仙朝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竟然需要渊主唤醒我们所有人去将其归零？莫要轻敌，苍雷那个废物，连一息时间都没能撑住，便连同神魂一起被那异术彻底抹除了。连苍雷都被那异术一剑抹杀了，真是有趣。不过，在前往陈清仙界碾碎那个异术之前，咱们是不是该顺手把路上的残渣清理干净？本尊这一路上老是觉得有人在用观星台偷看我们，真是叫人厌恶。你指的是东极星域边缘的那群残渣？不错，就是那个号称借亿万星辰为阵眼的九霄星罗宗。那个叫姬无道的宗主似乎还在妄图洞悉天机，召集各大长生世家负隅顽抗。九霄星罗宗姬无道，很好，本尊正好缺了几万具上好的仙帝剑骨来熬制新的劫灰养料，尤其是姬无道那个天资卓越的宝贝女儿姬明月，她的那身星罗剑骨，本尊要亲手拆下来。那就先踏平九霄星罗宗，让姬无道看看什么是诸天黄昏。本尊要让那仙朝的所有人在无尽的恐惧与绝望中，通通化作归零的圣辉。全军开拔，杀！父亲，难得荒域的36颗主星熄灭了。不是熄灭，我刚刚用观星台查探那片星域，连同里面的3个长生世家是直接从星图上被抹除了，连一点残渣都没有留下。我看到了，
刚刚陨神废土那边有人一剑逼退了那个东西，那只藏在深渊里的眼睛被刺瞎了，他彻底疯了。这是太虚渊主的报复，真正的诸天黄昏降临了。宗主，东边星空碎了，灰雾是那些灰色的雾气，他们把东局星域的光全吞了。全宗听令，启动9霄周天星斗大阵，死守山门。那是归灵结灰，大道法则在他面前不过是烈火中的枯叶。古玄先帝，你不是在3万年前就逼死关去参悟无上大道了吗？怎么会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？吉兄，好久不见。我并未变成鬼，我只是迎来了最终的进化。你这分明是走火入魔，成了怪物的走狗！看老夫今日劈了你这孽障！星陨狂雷，腐朽方为永恒。什么？你的大道太驳杂了，让渊主的圣辉为你洗涤吧。宗主救我！结阵，结剑trận，星罗剑位，随我结开一斩结阵。冥顽不灵，渊主法旨，抹杀异术，所有不愿归零的残渣皆化皆灰，为了终极的超脱，杀！我的飞剑被同化了，退，快退！长老，我感觉不到我的仙力了，他在吞噬我的生机。明月，退下！老夫就算形神俱灭，也绝不做你们这群怪物的走狗。9霄星罗，云豹！父亲不要！明月，睁大你的眼睛，看看那片星空。那是陈清仙朝，那个一剑逼疯渊主的艺术就在那里。渊主的大军全都是冲着陈清仙朝去的。明月，你带着最后的核心弟子，开启宗门星门遁走，去陈清仙朝，去那唯一的光里，告诉他们，诛天已死，黑暗降临了。螳臂当车，全军听令，碾碎那座仙朝，诛杀异术。听说你刚刚顺着一根灰色的链子，跨越了半个上界去跟人动手了。算不上动手，只是顺路清理了一个见不得光的窃贼，顺便把那个叫穆清然的小朋友给接了回来。哦，对了，还顺便把一只在天上偷窥的眼睛给戳瞎了。对了，西苑那小丫头呢？我刚才找了半天也没瞧见她。夫人放心，我提前给那小家伙找了个好去处。上界接下来估计会有些吵闹，那小丫头又是个闲不住的性子。我刚才在仙朝后山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，把她平时爱玩的那些法宝玩具，还有几座吃不完的灵果山全塞进去了，然后用3000大道布了绝对的隔音结界。别说外面的动静传不进去，就算这上界塌了，那小世界里也只会是风和日丽，足够她安安稳稳的在里面度个假了。你这当爹的总算靠谱了一回。不过你刚才说上界会有些吵闹，不是有些吵闹，是彻底要翻天了。渊主法旨，抹杀异术，为了终极的超脱，抹杀陈清仙朝。清月妹妹，这次若非帝君前辈出手，我恐怕早已是一抔黄土了。陈清仙朝的恩情，无情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。哎呀，都说了别跟我爹客气，他那个人就是典型的护短又嫌麻烦，只要是自己人，天塌下来他都能拿指头顶回去。走吧，快到家了，我带你去尝尝我娘亲手酿的百花鲜酿，那可是连……那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要救我！退后！跑！快跑！不要沾染这些秽物，他们会同化一切法则。你伤得很重，别碰它。那种气息和之前药皇谷那个老怪物身上的如出一辙，但浓度要恐怖1000万倍。诸天已死，他们疯了，全疯了。我是9霄星罗宗最后的传人，我本想逃去陈清仙朝报信，但我的星门被灰雾腐蚀，在中途崩塌了。你们是陈清仙朝的人，快回去！上界一半的道统都被太虚元主的圣辉同化了。数十尊仙帝率领着7万大军，正四面八方的朝着陈清仙州合围。你们快走！什么？数十尊仙帝？
想走？既然见到了渊主的无上恩赐，那便全都留下来，化作归零的养量吧。这群丑八怪竟然倾巢出动了！快走！星罗绝杀，陨灭！不知死活的残渣！花姐姐，抓紧我，咱们回家拼爹去！老爹，娘亲，外面出大事了！我们刚到半路，就看到上界一大半的势力全疯了，他们浑身冒着那种恶心的灰气，正四面八方的朝我们家包围过来，是那种锁链上的气息，他们都是来毁灭这里的。慌什么？艺术凌晨，你妄图阻挡天地的归零，阻挡吾等的超脱。今日半数上界齐聚于此，渊主的怒火将把你与你的仙朝彻底化为虚无。交出天命之女，放弃地抵抗，死尔等全尸。夫人，你看咱们这新宫殿的花园里，泥土刚好还缺点养分，这不，马上就有一大批不要钱的顶级花肥排着队自己送上门了。一群靠捡点劫灰苟活的怪物，也配在我家门口大呼小叫？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归零，那今天我便大发慈悲成全你们。大发慈悲成全我们，区区艺术竟敢在渊主的无上伟力面前口出狂言！吾等汇聚了半个上界的底蕴，千万大军结成太虚藏天大阵。莫说是你，便是这方天地的天道，今日也要被彻底碾碎！太恐怖了！夫君，这新阵法可是你昨天刚布好的，若是被他们砸坏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娘亲放心吧，老爹这人虽然平时懒散，但护东西可是有一套的。这些丑八怪连咱们家的一片瓦都别想碰坏。还是清月懂我。夫人且宽心，对付这些见不得光的尘土，哪里需要弄坏自家的阵法？把丢掉神智变成没有痛觉的傀儡，称作无上的进化。你们对大道的理解还真是贫乏的令人落泪。既然你们引以为傲的底牌是这满天的劫灰，那我便教教你们什么叫做真正的生生不息。那是何等法则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渊主赐予的圣灰怎么可能会被净化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只是在收花肥而已。星辉，净世。哇，老爹这一手除草施肥的本事简直绝了！你们的底牌出完了。怪物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连我是谁都没搞清楚，就敢跑来我家门口拆房子。既然你们这么忠诚于那个什么渊主，那就让他在地下好好嘉奖你们吧。为了渊主的降临，我等愿献祭一切本源。艺术，本座亲自来抹除你了。献祭了这么多花肥，总算把你这只大老鼠的影子给逼出来了。今天我就拿你的投影试试剑，看看你这所谓的纪元终结能不能挡得住我这不讲道理的极道一击。妄动天术，挡住！手伸得这么长，也不怕闪了腰。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以为披着一层衰败的灰皮，就能在这方天地里装无敌了？既然你这么喜欢玩特效，那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极道法则。第一剑，切掉你这双乱伸的爪子。你这艺术，这方天地的大道根本容不下这种力量，你到底是谁？规矩是定给弱者，我不受这大道的规矩管，那是因为我比规矩本身还要硬。第二剑，这一剑没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单纯只是觉得你长得太碍眼了。不，渊主的意志是永恒的，你灭杀不了我。在这个世上就没有我抹杀不了的东西，如果有，那就再补一剑，宇宙中烟。
爹晒呆了。打不过就想掀桌子。夫君，上面的情况似乎不对劲。这只躲在门缝后面的大老鼠急眼了，想要把咱们的屋顶给彻底掀了。夫人，你看好清月和家里，在这阵法里待着别动，我去外面走一趟。外面？你要去哪儿？去这方天地的外面。既然他这么喜欢躲在暗处收割，那我就亲自顺着这条缝钻出去。我倒要看看，把这只大老鼠的本体揪出来暴打一顿，它还能不能叫得这么大声？怎么，打碎了我家院子里的花盆，现在想起来要关门逃跑了？来都来了，急着走什么？门我已经帮你撑开了，接下来该我过去做客了。这就是纪元的坟场吗？还真是够乱的。不有新的宇宙被撕开裂缝了吗？回去吧，年轻人，你跨出了宇宙的闭界，只是从一个囚笼走进了另一个更深的绝望里。你们是过去那些被毁灭的纪元里曾经的修仙者，也是你们各自那个时代站在最巅峰、被奉为救世主的人，对吧？最巅峰，救世主。我们都曾是各自宇宙的天命之子，都曾像你一样，自以为能够斩破一切劫难。我曾一剑荡平9天10地，他曾以血肉之躯补存天道法则。我们都杀入了这界外深渊，妄图直面那最终的幕后黑手。可是我们败了，败得彻彻底底，连那怪物的一根汗毛都没能伤到。在那个东西面前，我们引以为傲的天道法则就像是个笑话。它不仅抽干了我们的宇宙，甚至连我们死后的战魂都不放过，强行将我们永生永世的奴役在这纪元坟场，沦为他阻挡后来者的守墓人。回去吧！原主是不可战胜的，他是万物的终结。不要让你的战魂也沦为这无尽悲哀中的一员。把宁死不屈的战魂强行改造成看家护院的狗，那只躲在暗处的大老鼠还真是让人恶心到了极点啊！你们既然已经是死人，就该去死人该去的地方。被人当枪使，可不是什么光彩的结局。年轻人，快退！劫灰的意志降临了，我们被控制了。我们不想杀你，但我们停不下来，快跑！为了原主的超脱，抹杀一切变数。大荒求天旨，九幽藏界印。你们都曾是各自纪元的脊梁，为了守护身后的世界战死。你们是英雄，英雄就该有英雄的死法。既然那只老鼠不让你们安息，那今天我便用这把剑亲自送诸位前贤干干净净上路。星霜剑诀第3式引星魂。这是不受因果束缚的极道力量。年轻人，你比我们都要强，带着我们的那一份不甘，替这无尽的纪元斩了他！多谢前辈救赎，愿我等人族万世永昌。异术，你竟然敢踏足此地！这是万物中焉的归宿，你竟然没有被虚无瞬间同化！虽然早就猜到你这种躲在阴沟里的东西长得不会太好看，但亲眼看到，还是觉得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随心所欲一些。长了这么多双眼睛，出门的时候不会觉得眼晕吗？放肆！我乃纪元的终结者，是诸天万界最终的归宿，不再替这浑浊的世间进行至高的净化。你这不懂敬畏的艺术，竟敢亵渎伟大的归零！净化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说白了，你不过就是个游荡在界外的清道夫，仗着自己诞生于衰败之中，就把那些走向繁荣的宇宙当成自己的口粮。你所谓的收割与归零，不过是在为自己的贪婪和进食找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。旧天道之所以发疯，不是因为他抗拒净化，而是因为他察觉到了你这只贪婪的寄生虫想要吸干他的血。你这种只敢欺软怕硬或散布残渣来洗脑废物的渣子，也配提伟大2字？住口！住口！
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吾便将你连同你身后的宇宙一同彻底抹除，归零即万界寂灭。这便是你最强的底牌了，概念抹除，有点意思。可惜，你遇到了我，一个你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绝对规矩之外的人。星霜，一剑生灭。这不可能！概念剥夺对你无效，你究竟跳出了多少层大道的因果？因果，我早说过了，别拿你们这池塘里的规矩来张量浩瀚的星空。你以为把一切归零就是宇宙的终极？真正的虚无不是死亡，而是一张任由我重新落笔的白纸。你自诩为纪元的收割者，但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这张白纸上一团碍眼的污渍。现在，污渍该被擦除了。你不是这方维度的生灵，你是那个凌驾于……废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安心上路吧，我还要赶回去陪我夫人喝茶。极道云。这么多本源灵气，刚才为了对付这大家伙，上界的壁垒被撑开了一道100万丈的口子。这些本源刚好拿来修补墙壁，顺便给咱们的新家搞个大装修。大扫除结束，该回家了。娘亲，老爹他不会有事吧？放心吧，你爹那个人最怕麻烦，也最心疼咱们。他既然答应了马上回来，就绝不会食言。那只躲在门缝后面的大老鼠已经被我彻底扬了骨灰，以后这方宇宙再也没有什么劫灰和归零了。真的全被老爹砍干净了，太棒了！老爹，这是什么宝贝？看起来灵气好浓郁啊！这可是个好东西。那太虚渊主吃饱喝足了这么多个纪元，如今被我宰了，他肚子里的油水自然该吐出来反哺咱们。夫人，之前在下界我说过要送你一个一统四域的皇朝。如今既然咱们已经搬到了上界，那这排场自然得再升一升。趁着这次修补宇宙壁垒的契机，我便用这无尽的万界本源，为你，为咱们这个家，重塑出一个超脱诸天之上的至高仙域。夫君，这等浩瀚的万界本源若是强行释放，这方天地的法则能够承受得住吗？若是以前那个千疮百孔的旧天道，自然是承受不住，非得被这股力量撑得爆体而亡不可。不过现在嘛，那个碍事的旧天道早就被我劈了。新生的小天道虽然还有些稚嫩，但好在足够听话，可塑性强。而且我也没打算让这方天地自己去吸收，我是这方天地的执旗者，这重塑乾坤的活儿，自然得由我亲自来操头。和。天哪，这等改天换地的大神通，这算什么？我爹发威的时候，连天道都得靠边站。以后跟着我们陈清仙朝混，包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既然墙壁修补好了，接下来就该把这上下2层的楼板给打通了。这方天地从今日起，不再分什么上界与下界，吾以陈清之名，赐予万界生灵同沐仙泽。天裂开了！这就叫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吗？夫人，这天下以后就是你的了。我这人懒，以后那些什么万界来朝、百足纳凤的琐事，可就全都交给你这个女帝大人去操心了。你这甩手掌柜当的倒是心安理得，把这么大一个宇宙丢给我，也不怕我给你管砸了？砸了就砸了呗，大不了我再捏一个。这丫头心可真大，外面半个上界都被你给扬了，她倒好，在这里睡得连个翻身都没有。行了，外面的苍蝇都打扫干净了，天也补好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总算可以好好休个长假了。老爹，娘亲，我刚才去巡视了一圈咱们仙朝的领地，你们猜怎么着？
那些原本在上界嚣张的不可一世的古老仙宗，现在一个个全都乖乖的跪在咱们大阵外面，手里捧着自家宝库的钥匙，求着要给咱们纳贡当附庸呢。老爹，咱们要不要收编他们？我带人去把他们的宝库全搬空，怎么样？这种麻烦事儿，去问你娘亲。你爹我现在已经是个半退休的闲散人士了，除了陪老婆孩子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理。既然夫君累了，那就好好歇着吧。这片大好河山，我替你守着。